大家好，我是大伟。肩颈不好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词啊，叫做颈椎曲度消失。这个颈椎曲度消失的词啊很常见，很多长期肩颈不好的人啊，只要去检查拿到报告，都会发现有颈椎曲度消失这几个字啊就在报告上面。那么这个颈椎曲度消失对于我们的肩颈，对于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这个视频啊告诉你答案。我们正常的颈椎啊，它是有一个向前的凸起，有一个 C 字弯啊。我拿个小人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这个。它是有一个 C 字弯这样的一个弯度，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弯度啊，才能保证呢我们整个这个向上的一个供血量是正常的，同时保证了我们的这个神经根部啊，它有一个充足的空间。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颈椎啊变直了以后，它会有两点影响。第一个，我们的供血通道啊，它会受到挤压，导致供血量不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个颈椎啊，它的神经根啊也会容易受到压迫，从而导致了一些，比如说肩部啊、手部啊出现一些窜麻的一些感觉啊，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都会有。所以呢，你看，如果说你长期这个颈椎处于一个直立的状态，无论是在你走路还是跑跳，它其实都失去了一个缓冲代偿的一个能力。再加上我们之前讲的那两点，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颈椎曲度消失对生活会带来多么的不便。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帮助你改善调整我们的一个颈椎曲度。大家只要去坚持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颈椎曲度慢慢就回来了。好了，咱们可以把这个视频先收藏再观看。同时呢，大家如果感觉有用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开始讲内容。做动作之前呢，咱们需要准备一块毛巾，然后呢，像我一样把它这样折起来，变成一个圆柱状大家看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把它绕过我们的脖子，手呢就这样去抓住它。这样有什么用呢？它可以很好的去调整我们颈椎的一个曲度。然后我们毛巾它拿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手臂要把它贴起来，然后我们夹肩胛骨，抬头，双肩自然下沉，带动着我们的手臂向下拉。大家注意看这个细节你看我的肩膀下沉，我的手臂就在往下去拉，同时我把头抬起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保持了这个动作以后，来，我们吸气，吐气的时候，双肩继续下沉，头往上看。好，再来吸，吐。这个动作很多人看起来是感觉特别的简单，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有一个相对连贯的一个发力，就是我们的这个肩胛骨要向后夹，同时头向上看，再带着我们的双肩下沉，然后拉着毛巾，让我们这个整个力量是作用在我们的脊柱上面的你在做的时候，你要能感受到这个力量渗透进去的感觉，你千万不能拿一个毛巾你看动作做的不标准，然后呢就往下，你看这样拉这样拉的话，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因为它所有的力量其实它都被你的肌肉给代偿掉了。我们要做的话，就要把这个力量不要让它卸掉，要深入到里面。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毛巾，你看头往上看到你的极限肩胛骨后夹，然后双肩下沉，来配合呼吸，吸气，吸气的时候不发力，保持姿势，吸，吐气的时候你看发力，肩膀向下沉，向后夹，小腹收紧，然后头往上看。吸，吐，好，就这样，你去做上一个5下左右，然后呢，你去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活动一下你的脖子，你会发现整个人变得特别的轻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刚我们通过了这个方式调整了我们里面的一个曲度让你里面曲度回归了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特别的轻松。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大家不要看它简单就不重视，往往大道至简，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你只要学会了，对于自己的肩颈就能带来很大的好处。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同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脖子不好的人呢，他会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出现，就是每天没事的时候喜欢转脖子，把脖子转来转去。如果你注意观察的话，或者你自己正好是颈椎不好，你看一下是否身边的人或者自己会出现这样的动作。我告诉大家，脖子不好的人，你可千万别这么转了。如果你经常这么转，或许会得到短暂的放松，但是长期下来，可能刚开始只是脖子不舒服，到后面以后手就开始麻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颈椎的这个结构啊比较特殊，它要成一个小的 C 型弯。这个弯呢，其实我们拍过片子的人都知道啊。有的朋友是什么呢？颈椎曲度消失啊，颈椎变直，或者呢出现颈椎上面出现反弓。无论是哪一种，其实说明的就是你的脖子当中应力出现了变化。那么久而久之，轻的呢就会导致了我们比如说长期酸啊、累啊。重的呢，就是压迫了神经，或者我们往上走的这个血供啊，就开始慢慢的就跟不上了。所以脖子这里咱们千万别转。首先一件事就是找到我们脖子后面一个大筋，我们把这个大筋啊给它松开来。其次呢，我们要尝试把我们颈椎的曲度啊给它回归出来。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干货啊，那真的是非常的干。大家跟着我做完，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呢，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我们现在来讲干货。首先呢，咱们先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一套动作。这一套动作是有2个解法，一个呢就是单纯的解筋啊，把我们紧张的地方给它怎么样，给它松一松，释放其中的一些压力。第2个动作呢叫回归啊，把我们颈椎的曲度啊尽可能的回归到一个正位。所以呢是2个方法结合在一起，你们一定要去2个一起去做。那么我们先说一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把手这样去做，这个手啊绕过我们的脖子，就这样去抓着，手是这么抓啊，2个手叠在一起，刚好这个长度是你脖子的长度，就这么捏住。好，你们看一下，我从后面演示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把我们的手这样去抓着，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抓着，来从侧面啊，咱们看一下啊，不同的方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抓着这个地方以后，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手抓好，把脖子往下低，手这样抓着别松啊，手抓着别松。来，侧面看，头往下低，手别松。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有人在拎着你的脖子往后拽一样。好，我们低下去，保持个2到3秒钟。好，头抬起来，再来换个角度看一下啊。你看手是这么一直抓着的，你看到没有？一直抓着，然后头低着的时候手也别松。好，然后再抬起来，就这样去做啊。你看2个手一起把它抓住，来低头，好抬起，低头，抬起。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手抓着上面有2条筋不断的跳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叫解筋啊！把我们这些本来紧张的地方，你抓着往前去拽，拽的时候不仅仅是把里面的压力给它去解决了，同时我们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伸展拉伸的作用。那么做完以后，你可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简单活动一下，你会发现很轻松，而且有的朋友一做完以后，额头上面都出汗了。就能感觉到一阵一阵的这个红色的水啊往上涌的往上冲的感觉，这叫什么？这叫做把我们的水啊带上来了，你的血供啊就上来了。那么除此以外啊，我们做完了3到5下以后，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经典啊，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啊去看这个天鹅一样啊。什么叫天鹅？你看天鹅游泳的时候，这个手就这么放。啊，脖子往上抬，我们把手，你看，尽可能的怎么样去啊往后夹，你手放到这儿就力量就小一些，我们尽量把手折多一些，多一些以后呢，啊，把手你看往后去夹，一夹的时候，你看这个胸廓就挺起来了，你们看一下啊，比如我驼着，然后一夹它就挺起来了，挺起来以后，这个时候它会带动着你的脖子也发生变化。假设我现在人是这样的一个姿势，我这么一夹，你看就挺起来了。脖子在前后左右动一动，你会发现很轻松。然后我们把头慢慢的往上仰，仰的时候把我们的胸挺起来。好，然后头往上仰，吸气，正常的吸不发力，吐气的时候手往后夹，你看吐气，手往后夹，头往上仰。好，来再来吸气，松开，吐气夹，做5下，吸气松开，吐气夹。再来2下，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就这样做完啊。做完了以后，你们活动一下你的胸背啊，整个人站起来看一下侧面，你会发现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整个包括我们的胸廓、我们的颈椎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伸展。在这个姿势之下，是我们颈椎很喜欢的一个曲度。即便你的年纪大了，你也可以日常当中多做一做这个伸展的运动。
这个动作做完，感觉真的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得把咱们2个动作结合在一起，一个是抓的啊，2个手这么去抓，脖子往前低；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伸展，1+1大于2。今天的干货就分享到这里，所有家人朋友们，如果感觉大伟讲的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同时一定要记得把咱们的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没有关注的点下关注啊，在别人那里啊，或者是不传之秘，在大伟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颈椎不好的朋友们啊，肯定都听过一个词，叫做颈椎曲度变直。这个颈椎曲度变直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什么东西呢？我来给大家来做个简单的解释啊。我手上啊拿着一条毛巾啊，这条毛巾呢给大家来复刻一下颈椎的状态啊。我们正常的颈椎啊，它是有一定弧度的，就像这个毛巾，大家注意看啊，它中间啊它是有一个弯度，看到没有？然后上面的呢架着我们的头啊，就把这个头啊架在上面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像一个什么呢？像不像一个弹簧啊？我们的头在进行来回走路的时候，它都能够帮助我们卸掉一部分颈椎上面的力，而且它的每一个关节当中啊承担的力啊都是非常的平均的。但是你看一下啊，我们当把这个毛巾变直了以后，那么这个力量啊，在上下走路的时候，它就缺少了一个避震性。同时呢，因为它的生理曲度的原因啊，我们一旦颈椎变直了以后啊，那么里面穿出来的这个颈动脉啊，就会受到一些的阻碍，所以导致什么呢？我们的脑供血量啊也减少。所以颈椎不好的朋友们啊，最常见的要不就是脖子疼，要不然呢就是它的一个脑供血量减少，再要不然呢就是颈椎变直以后，它卡压了我们的一个神经，导致了我们的手臂啊发麻发木。所以呢，颈椎变直有了这个信号以后，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矫正。你会发现，当我们把颈椎矫正好了以后呢，我们的脑供血也足了，颈椎啊脖子感觉特别的轻松，双手啊都变得很有劲。那么这个颈椎矫正怎么做呢？还是一样的啊，咱们用一个毛巾就能搞定了。毛巾啊，先这样对折，给大家演示一下，非常简单。先这样对折，对半折，再对半折啊，然后折的差不多了，不能再折的时候就可以了。把这个毛巾垫在我们的脖子后面啊，就这样。把双手啊向下拉，像我这样向下拉，脖子向上昂啊，就这样去做。像很多这个久坐的朋友们，经常啊头对着电脑啊就坑着这看着朋友们啊，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毛巾看向下拉啊，往下拉，他做的时候头只要一抬，他发现这个后面啊出现一种小的咔咔声，这个咔咔声是什么？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力量，包括我们头上昂的一个力，把里面的颈椎一些不好的地方给它附进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啊。我们只需要把毛巾垫在，你看垫在我们脖子后面啊，然后头向上昂大概10秒钟左右。手是抓着这个毛巾，你看往下用劲的拽，你看我这个手臂啊贴近我们的一个两侧啊往下拽，你这个力量要发对。你看我要如果是往前拽，你看往前拽，头昂有没有用？有用，但是你这个力量发不出来，因为你光靠我们手臂的力量是不够的，一定要什么呢？用身体的力量，看手臂贴紧身体的力量，你看往下沉，看这个力量发力，头再往上昂。好，来吸气。吐气的时候，手往下带，注意看啊，吐气，我给大家动作做大点，吐气，头往上昂。好，再来第二个，吐气，第三个吐气。好，做完3个以后，我们头微微回正啊，回正以后活动一下你的脖子，看一下是否轻松了一些啊。这是第一个步骤，还有第二个步骤，把毛巾再合并啊，刚刚是第一步啊，它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有一个放松的作用啊。把毛巾再合并，中间留一个小孔，依然是把这个两端，大家记住了啊。这个毛巾它的合并是什么呢？你看这样啊，这样放在一起，然后呢，它放在我们的脖子后面。大家从后面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毛巾千万不能这样平着放啊，就是说这个洞啊，手从上面的伸进去不行，我们一定要这样啊，这样。让毛巾的高度啊增加，毛巾的高度增加以后呢，你再回头啊扬一下脖子，你会感觉脖子后面有硌着的感觉，这就对了啊。这个手啊是从洞里面掏出来啊，拽着毛巾，然后一个手掏着这个洞往下拉啊，脖子继续往上昂，一样是重复刚刚的动作，非常的简单。来，
往上昂，来，手臂往下拉，脖子往上，好，来，吸气，吐气，吸，吐气往下发力，头往上昂，再来一个，吸，吐，头往上昂，手往下发力，好，我们做完这一组以后，我就做了3个啊，然后我们再活动一下脖子。你会感觉啊，脖子就像没有了一样那么轻松，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个小小的毛巾，它形成了一个杠杆啊，就让我们的脖子回归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曲度状态啊。这个动作它当然需要每天进行做个1到2次啊，你可以白天起来的时候做一下，晚上睡觉前再做一下。久而久之，慢慢的，你的这个颈椎的曲度啊就会锻炼上来了。同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把我们后面的这个肌肉啊给它强化。有些朋友啊，因为长期的脖子往前倾，后面啊已经形成了这个筋结。什么样的筋结呢？就是你手啊这样一摸，摸上去以后啊，它是疙疙瘩瘩的，而且有一根老粗的一根筋。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了，光靠我们这个毛巾啊或者自己锻炼啊，就很难起到一些非常好的作用。我在这里啊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黑科技小道具，这个小道具啊我的父母啊都在用，就是这个呼吸罐，一个人就可以在家散筋结、活气血，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一边讲咱们一边去做解释。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咱们上面有个开关，大家可以看到啊，按一下开关，按完以后呢，它上面就会亮。把这个罐口啊对着我们需要解筋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脖子这里有根大筋，我就把这个罐口啊放上去。放上去以后呢，这个罐子啊它里面的负压力就会把我们里面的皮肤啊给拉起来啊。通过这个压力的一牵一拉，它呢就会加快我们深层的一个气血循环，同时呢通过这个负压力的一个作用啊，帮助我们更好的化解一些比较僵硬的筋结。我们要知道啊，筋结一旦僵硬了以后啊，它里面的气血啊就会逐渐的不足。那么通过它的负压力以后，就逐渐的去瓦解这种僵硬的筋结，并且啊让一些新鲜的气血啊输入进去，带走不好的一些杂质。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在做的时候，上面它会亮起一个小灯，这个小灯是什么呢？专门啊帮助我们局部深层啊进行一个消炎，包括加快修复的，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微环境，让我们的肩颈啊一些不好的劳损的地方得到彻底的释放。那么这个小罐子它不仅仅可以去作用于我们的肩颈，还能够放在我们的腰部啊，放在我们的膝盖啊，你哪里啊感觉不舒服，气血感觉不通了，经络不通了，都可以把这个小罐子按一下开关放上去就可以了。只要做上一个10分钟到15分钟，你会发现经络通了，筋结散了啊，这个整个人啊都会变得非常舒服。好了，这个方法也分享给大家。今天啊一头一尾给大家分享了2个方法，这2个方法大家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做啊，互相不影响。也可以啊单独选择这种呼吸罐，作为帮助我们解筋结、通气血的一个好道具啊，作为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辅助。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肩颈不好啊，人就会特别的累，而且啊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常见的肩颈不好啊，最多的就是劳损啊。什么叫劳损呢？因为我们用手啊比较多，日常当中啊很多东西啊都是动手，只要你动手，它都会啊带着我们的这条线啊，就是我们颈椎有2条线，这条和这条，这2条线啊有个专业的名称叫做斜方肌，这2个地方啊就会发力。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我们这里面啊经络不通啊，气血循环啊不太好，然后再到后面呢就会导致整个肩颈啊包括后背啊都会感觉不舒服。那今天啊我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叫肩颈感筋术啊，这个方法可以快速的疏通咱们整个肩颈，无论你是肩颈啊经常感觉僵硬啊沉重，还是呢你这个肩膀啊已经变厚了，整个人的脖子啊变得又粗又短啊，肩膀又厚，都可以带来很好的改善。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肩颈感筋术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咱们需要用到一根纯实木的经络棍作为道具辅助，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个经络棍上面有一颗一颗的实木小球啊，作为我们帮助我们疏通我们的经络啊。这个经络棍啊用处非常的多，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合集啊，全身上下都能用到。好了，我们开始来讲动作。首先啊，我们先把头歪向一侧，这个时候啊，你用手去摸，你会发现啊，我们这里啊有根筋啊跳出来了，这个筋啊很粗很硬，对吧？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经络棍啊，就用这头啊去把这个筋啊去进行来回的上下的敲
啊，力度不用很大啊，轻轻的敲，在敲的时候上下移动，去找到一个最酸胀的点啊，就在那个点上反复来敲。这个敲是什么用处呢？其实啊，类似于就拨弦啊。我们比如说这个弹那个古筝，它那个弦对吧，绷得紧了，你拨你会弹，你会发现那个弦啊，它会来回的震动。它这个呢，就是先进行一个松弛啊，让我们这个筋啊彻底的软下来，先敲软。好。大概一般来说1分钟左右，敲完以后你就活动一下肩膀，会发现这个肩膀啊完全松下来了。但是这个松啊，它并不是真正的松，你过一会儿它又会变紧。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筋啊彻底的给它去赶松。怎么去赶呢？非常的简单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这个手啊，首先就这样啊，像我这样把这个棍子啊一手别在我们的后面啊，一手呢就放在前面，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呢，我们头还是歪向一侧，我们进行一个往上的感动。看一下这个手啊，是往上推着往上，它有一个旋转啊，推着旋转，用我们上面这个梳齿的这个球啊，把它赶通啊，一个往下压，再往上推，把它赶通啊。来，1、2。非常的舒服啊！我们在推上去的时候，在某一个点上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可能有的人会有一些小疙瘩胀胀的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前后啊，你看这样可以去调我们的距离，找到一个自己的舒适感，然后手是自然放松，往下一压，头往下一低，它就会很自然的，不用用很大的力就把这个杆子给它推上去了，非常的舒服啊，整个过程非常舒服。像我自己推啊，右边像我平常工作比较多，我在推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啊，我的右半边这个头脑会有一种胀胀的一个窜胀感就上来了啊，但这个感觉是很舒服的感觉。就是日常当中咱们就这样去推非常舒服推到上面，推到我们这个耳垂这里我们就这样推，慢慢的推上去，力度自己控制推上去，你看手要带着旋转，看我这个手带着旋转推的时候咱们手要带着旋转其实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比较简单的，就是什么？这个手它始终是在后面起一个固定的作用，这个手是在固定的作用，主要发力和引导方向都是我们的前手这样去做，所以这个手只要一搭着就可以了，主要是前手控制一个什么呢？你看方向发力往上推都是我们前手去固定后手的话就是一个固定前手发力就这样往上推。好。做完以后再活动一下，你会发现这个经络感通一下子整个肩膀就热起来了，特别的舒服。而且你再摸一下两边的肌肉这边没做这边比如说我做过了，我再摸一下，会感觉明显的软上很多那这边做完了以后，另一个膀子也是一样我们就这样看，这个手在后面就固定，头一歪就这样推就可以了非常的舒服。这个呢是要推2线，我们前面讲过了，人这个肩膀最重要的是两条这个横线就是2条斜方肌，这2条横线，还有一条呢是我们中间的一条竖线那条线我们最后再做我们就这样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先敲这个忘记给大家演示了，一定要先敲敲，先把筋敲软这个头要往一侧歪，然后再推上去。你看前手我随便怎么控制，后手我只要固定，手放这就行了。前手我随便怎么控制就这样去推，非常的舒服。整个过程当中你明显能感觉这个力度很渗透到深层你能感觉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小筋结、小疙瘩都能给你这个力度慢慢的去捋平，里面的筋给它捋顺一下子经络就通畅。做完了以后活动一下，真的非常舒服。这个是2线就2条线的一个放松，还有后面一侧大家看这个就更简单了。你看双手背住手呢这个头你看要微微的往上仰，把我们这个里面的经络棍它要这样卷着往上提卷着往上提。看很多人他有这个道具，他以前他自己都有，但他自己不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一个系统的做法这个动作玩法非常重要卷着，你看头往上靠，卷着往上提。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动作非常舒服，就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力量一点点的渗透我们动作不用快慢慢的让力量渗透了，赶着这个筋跑你能明显的感觉到非常舒服。你看头微微的上仰咱们就这样往上推很舒服。这个手上发力一定是要这样看，这样它是运用手腕一个往上滚的力，加上我们的头往后靠的力头往后靠，它力量压上去以后，这棍子这样滚，
它才能把里面深层的一些堵的地方给它疏通开来啊。所以我们头要微微往上仰，然后棍子往上啊，其实我们手只要负责一个转动就可以了。你看这个手只要负责这样转就可以，非常的舒服啊，推到上面最上面就可以了。整个过程感觉非常的好。我们一般两边你给它刮一下，刮到感觉差不多了，然后脖子后面你就疏通个10几下到20下，整个过程就完成了。最后你去活动一下肩颈，你会发现它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放松。再摸一下两侧和我们的脖子捏一捏，你会发现这个肌肉感觉就出来了，它不是那种僵硬的像一根弦一样，而是摸进去它有一定的弹性。这种样子的肌肉就是好的肌肉。好了，今天这个方法我会加入在咱们的合集当中，然后这个经络棍的用法呢也会加入在合集当中，里面有很多这个经络棍的一个实用的一些技巧，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对视频的关注和支持。那没有点赞点一下赞，没有关注的关注一波，每天都会分享最实用的养生小技巧，谢谢大家。